清空国内300亿，斥资开发纽约豪宅。2025年10月22日，潘石屹夫妻买下了纽约上东区7600万美元的地产，而且还是现金付款。最近啊，SOHO 中国的潘石屹和他的媳妇张欣在网上晒了张照片。哎呦喂，那背景啊，纽约的秋天，落叶一地，两个人笑得叫一个灿烂。哎，你要说这有啥呀？人家退休了，旅个游，拍个照，这不是挺正常吗？哎，不正常。如果说只是拍照啊，那咱顶多就是羡慕一下。关键是啊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一个大新闻砸出来了。老潘两口子啊，通过他们家那个家族信托，在纽约咣当一下掏了6250万美元，没听错啊，6250万美元，干嘛呢？买了6块地。这还没完，人家不光是买地啊，人家是打算自己当开发商，在纽约盖豪华公寓。这下可好，网上一瞬间就炸锅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俩人这是彻底不回来了？各种声音都出来了啊！要是这老潘啊，之前可是拍着胸脯给大伙说的，不要相信谣言，我跑不了的。那这话听着多有担当啊！可你这扭头就在纽约当地产开发商了，这不就是跑到美国去创业了吗？这可怪不了大伙多心呀。主要是啊，老潘这几年的操作实在是太风骚了。咱们今天啊，就来盘一盘老潘这出金蝉脱壳到底是怎么唱的。2012年那会儿的中国房地产是蹭蹭往上涨啊，万科、恒大那些大佬都在干嘛？玩命的拿地盖房卖房，那钱赚的跟印钞机似的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咱们的潘总思路清奇，他突然啪一下开了个发布会，跟所有人说 SOHO 中国从今天起转型，咱不卖了，咱改成自持物业。我给大伙儿翻译翻译啊，啥叫自持物业？那以前呢，老潘是开发商，盖了楼卖给你，钱揣兜里完事儿。现在他说要自持，意思就是啊，楼还是我盖啊，但是盖好了我不卖了，我当包租公，我租给你们。当时他给的理由那叫一个冠冕堂皇。从这个市场前景来看啊，这收租的收益比卖房大多了，咱这是为了长远发展。当时好多人还真信了哦，觉得潘总高瞻远瞩啊，不挣快钱要挣慢钱了。可是谁能想到，这根本不是啥转型，这压根就是他套现跑路计划的第一步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个转型的墨水还没干呢，老潘又出来了。哎呀，同志们呐，我这当了包租公，我才发现一个大问题啊。他说，咱们中国这写字楼啊，租金回报率太低了，不到3%。可是我从银行贷款的利息呢，超过了4%。大伙算的这笔账，我租房收你3块钱，我扭头得还银行4块钱，我这每租出去1平米，我就得净亏1块钱呀。这话从老潘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的商人嘴里说出来，哎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这动辄上亿、几十亿的项目，你转型当包租公之前，你不做市场调研吗？你是第一天知道银行贷款要利息吗？咱小区门口开拉面的王大爷，开张前都得算算一天能卖多少碗面能回本。哎，你这 SOHO 中国能这么草率？所以啊，各位看明白了吗？这根本就不是他算错了，这是他故意的。他这就是在铺路，他得先告诉所有人，哎呀，我试过了，这包租公不好当啊，亏钱呀，不是我想卖啊，是这市场逼我的呀，我得割肉止损啊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理由是不是合理了？这路是不是铺平了？那路铺完了干嘛？开秤。老潘的套现大戏正式开锣了，咱来报一串流水账啊，你听听这个速度。2014年刚说完亏了没多久，这老潘啪啪两笔，先把上海的海伦广场、静安广场打包卖给了金融街，52.32亿。那紧接着呢，又把凌空 SOHO， 就是那个造型很酷的，卖了10万平米给携程，30.5亿。这一年啊，2笔82个亿到手了。2015年又把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一半的股权卖给了复兴，84.93亿。2016年又把上海的 SOHO 世纪广场卖给了国华人寿，32.2亿。你发现没？全是上海的。老潘这是从十里洋场开始撤退啊！别急，高潮来了。2017年这一年，老潘是杀红了眼儿，一口气把上海虹口 SOHO 卖给了新加坡的公司，35.7亿，又把之前卖给携程剩下的凌空 SOHO 全卖了，卖给香港的公司49.44亿。还没完。2019年呢，这回轮到北京了。老潘把他以前拍着胸脯说，我们这个望京 SOHO、银河 SOHO 是 SOHO 的灵魂，永远不可能销售。哎，没多久这个灵魂也上货架了，13个核心的办公楼打包卖了78亿，甚至连北京9个项目的2583个地下停车位都没放过呀，又卖了7.6亿。我的天哪，
卖楼卖股权，最后连地份的停车位都给卖了。咱粗略算算啊，从2014年到2019年，还不到8年的时间，老潘两口子光这么卖，累计套现超过350亿。朋友们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可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这还只是开胃小菜。那卖到这个份上，老潘估计是嫌慢了，这一个一个的卖多费劲啊！干脆我把这 SOHO 中国整个公司打包卖掉，我不玩了，彻底离场。2020年的3月，他找来了美国一个特有钱的公司，叫黑石。黑石老铁啊，你看我这公司啊 ，SOHO 中国要不要便宜卖你？结果呢，价格没谈拢，这打包卖不掉咋办啊？这老潘就急了呀。转眼到了2021年6月，老潘一咬牙，自降3成，跳楼价打骨折。黑石，你再来看看。这回黑石一看，哎，便宜啊，行。黑石同意了，出了236.58亿港元买 SOHO 中国54.93%的股权。那老潘呢，只留了9%，而且承诺啊，我从董事会退休，我退位让贤。哎呦喂，这下老潘美滋滋呀，就等着收钱走人去纽约看秋天了。哎，关键时刻出篓子了！就在老潘临门一脚的时候，2021年的8月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手了，停！你们这笔交易啊，得查一查，涉嫌反垄断。啥叫反垄断啊？那听着是挺专业的。当时就有懂行的人啊，一针见血的给戳破了。这事儿啊，本质上是外国资本要来买中国的核心资产。你想啊 ，SOHO 的楼都在哪儿？北京的国贸，上海的外滩，这都是核心地段的核心资产呀。你这钱是哪儿来的？干不干净？你买完这个楼打算干嘛？你这笔钱最后又流到哪儿去？你这中间的税交没交齐？国家要求黑石补充多轮材料，那这下黑石傻眼了。他是个玩钱的公司，钱放那儿一天都是利息啊，他等不及啊。那最终黑石放弃收购了，这事儿啊黄了。这打包卖公司的路被堵死了，老潘怎么办啊？他更急了，他干脆搞起了7折卖房，就是把他剩下的那些楼啊打7折往外卖。当时大伙儿一看，哎呦喂，这老潘是真缺钱了呀！毕竟那段时间啊，SOHO 中国的新闻也不太好，什么国内的子公司被查出来要补税7.09个亿，又因为电费问题交了1.15亿的罚款。哎，你看，又是补税又是交罚款的，还7折卖房，这不就是资金链紧张的标准姿势吗？可是就在大伙儿以为他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他国内急着打折套现，国外却能拿现金买地。这不，2025年10月22日，7600万美元，纽约上东区现金付款。大伙儿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啊，哎呦喂，原来老潘套现的每一笔钱啊，根本就没打算留在国内补窟窿，他这是国内往国外疯狂划拉呀。这老潘总说自己有担当，可是他套现这350多亿，他花给中国了吗？咱就说2014年哦，他套现最嗨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帮助贫困学生，这好事啊！你是给咱国内的希望小学捐款呀，还是给咱山区的孩子买电脑啊？都不是啊！老潘大手一挥，给哈佛大学捐了1500万美元，给耶鲁大学捐了1000万美元。这咱就不懂了啊！这美国大学还需要咱去扶贫吗？咱也理解啊，这老潘说了，这是为了培养优质留学生。巧了，真是太巧了！这笔款捐出去的第2年，他儿子进了哈佛，他小儿子也去了耶鲁。哎，你说这到底是助力贫困生呢，还是给少爷们捐楼呢？所以呢，就决定给哈佛跟耶鲁捐些款，不帮助中国贫困的学生去上学。可是这呢，就是有好多人呢不理解。咱再反观国内啊，这疫情的时候多难呀！各大企业慷慨解囊，捐钱的捐钱，送物资的送物资。咱们再看踩着时代红利发家的 SOHO 中国，官微上发了啥？就俩字儿：加油！哎，难怪啊，连人民日报都早早发文批评他了。若企业只想时代红利，却无社会担当，即便规模再大，也不足称道。这话说的够重了，捐款只是小钱，老潘这350亿是怎么合法合理的搬到国外的呢？各位，这才是技术活啊！这局啊，人家2005年就开始布了。2005年啊，那个时候 SOHO 中国如日中天。这第一步啊，老潘在那个什么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个公司。第二步，他媳妇儿张欣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。第三步，老潘以财产规划的名义无偿把 SOHO 中国47.39%的股权送给了他媳妇儿张欣。这一招，境内居民向境外居民转让权益，巧妙地绕开了很多监管。这还没完，后来呢，张欣又拿到了美国国籍，于是呢，老潘把他所有的股权都转到他美国人媳妇儿的名下。各位，这下看明白了吧？从法律上讲 ，SOHO 中国这家在中国盖楼的公司，他的大老板变成了一个美国人。
那之后呢，张欣就用他这个美国人身份，通过在各种小岛上开的 N 层空壳公司，再跨境回来收购 SOHO 在中国剩下的项目。这就像老潘把家里的钱啊，全放到了张欣的保险柜里，然后张欣换了个国籍，提着这个保险柜就合理合法的出海了。他在国内卖套现的钱，就顺着这些桥哗啦啦的流向了海外。流到海外干嘛呢？2011年起，7亿美元买曼哈顿办公楼，6亿美元拿公园大道股权，14亿美元买通用汽车大厦的股份。那现在呢，他的儿子潘瑞啊，也在这个英国成立地产公司买项目。哎，你看啊，老潘家这个全球资产布局是不是完美闭环了？老潘到现在还嘴硬呢，我没跑路啊，咱不跟他争辩这个字眼，咱就摆事实。你国内350多亿的资产是不是卖了？是。你7600万美元，还有之前的几十亿美元，是不是在纽约、在美国买地买楼了？是。你国内的 SOHO 中国是不是还欠着税、交着罚款，甚至还有亏损和负债？也是。他就像个精明到了极点的收割者，在中国房地产最火的20年，他踩着咱们祖国母亲的肩膀吃了个盆满钵满，他享受了这个时代所有的红利。可是到头来呢，他把在中国赚来的真金白银塞进了自己海外的口袋，他去给美国出资出力，在纽约在创业盖豪华公寓，而他把债务、把罚款、把亏损留给了国内。所以啊，他到底跑没跑？我看啊，他的人呀，可能还在纽约的秋色里跑步，但是他的钱、他的心早就跑得没影儿了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。关于老潘这个事儿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块儿聊聊哦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